最近我听到一个21世纪最好笑的笑话，有人说2025年的美股高估了，微软、谷歌、Meta、阿里、腾讯、字节已经 all in AI。如果你要做空，那么朋友你在做空整个世界。亏麻了。Good morning， 各位频道的股东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金沙。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如果你们觉得当前美丽国的股市是高估的话，请在评论区发出你的观点，用数据以及实际证明，欢迎你们来打我的脸。但是你们在看空美股之前，请先过了金沙这一关。接下来的这6把飞刀，看看你能不能接住。最近我听到一个21世纪最好笑的笑话，有人说2025年的美股高估了，现在是泡沫阶段，说什么未来可能会回调。我觉得这就是一句永远正确的废话。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，一直唱空总会对。但问题是，你知道钱在哪儿，利润在哪儿，谁在加码吗？了解了事实的真相，方能知道股市有没有高估。Magnificent Seven 现在占整个标普权重34%。华尔街的 Fundstrat 的 Tom Lee 在9月25日的访谈中拿了英伟达举例，它的远期市盈率大概是26倍，而 Cisco 在1998年同期是60倍，巅峰甚至被炒到了210倍的远期市盈率。所以Tom Lee 的观点就是，现在远没有到达 Dotcom Bubble 的那段疯狂。如果你和 Costco、沃尔玛这样接近50倍估值的传统巨头比，英伟达反而显得很便宜。但是我们需要聚焦一下 CAPE， 就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理论。数据指出，当前的 CAPE 数值已经接近2000年互联网泡沫38到40的高位。但是切记， CAPE 是取自过去10年盈利平滑，再按通胀调整，它揭示的是长期的估值水平。但是2025年 AI 热潮与1999年互联网泡沫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后者很多公司连收入都没有，全靠 PPT 撑着市值，而当今的七姐妹可是扎扎实实的利润表以及现金流的印钞机，账上几十上百亿的现金储备。与其说是高估，不如说七姐妹以及 AI 在虹吸整个社会的资本。第一刀只是个开胃菜，不急，第2刀马上就来。泡沫？不是吧？有没有可能是现金堆起来的？我给你如下2个证据。第一个证据，美国 M2， 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，最新22.2万亿美金，2022年口罩时期大放水以后的历史新高。全球4大央行他们的 M2 加起来也是高位，就是钱没消失，钱却堆满了池子。你要只看 PE， 那不是自己吓自己吗？那你等于是在无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以及企业盈利这个大前提。第2个证据就是8月份的 ISM 服务业新订单重新回到了56。有朋友问这是什么意思？ ISM 发布的服务业 PMI 就是剔除了制造业以外的企业采购量的调查。经过调查，强劲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数据中心的建设，从而带动了这项经济数据的提升，再次佐证了经济的强劲正是因为 AI 的推动。第2刀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完美的接住？如果接住了不急，还有第3刀呢。我们谈论到股市，其实它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消息的地方，但是唯一不会骗人的就是数字。你依赖的应该是对于社会的认知，以及你从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。ISM 制造业指数、非农就业、实际利率、信用利差等等等等，这些才是真正的硬指标。2. 美股大盘上涨的主力是盈利，而不是空口造梦。3. 就连企业资本开支都在说明问题，大部分巨头都在 all in 人工智能，而且目前七姐妹占到了整个标普500的34%的权重。如果你看空股市，等于你不看好整个 AI 的未来。但是可不要忘了， AI 已经成为所有超级巨头都在压住的对象，微软、谷歌、Meta 等等等等已经 all in AI， 你敢唱空吗？阿里、腾讯、字节也开始全面压住。如果你要做空，那么朋友你在做空整个世界。
第4道来了，高价的股市错了，那其实是强劲的资产负债表。微软的账上有945亿现金以及等价物。英伟达在2025年第2季度的利润表中披露，营收467亿，其中光数据中心的营收就来到了411亿，账上现金加上现金等价物加上市场证券约为567亿。这一次的牛市是靠着真实的资产负债表而推动的。反观当年互联网泡沫的巨头 Cisco 思科，在2000年其年收入披露是18个 billion， 就是189亿，18个 billion， 这还是年收入哦，真的给我们家达子都看笑了。紧接着看一下 Cisco Gap 的净利润吧。2000财年 Gap 净利润2.67个 billion， Pro Forma 净利润就是剔除并购、薪资摊销等，约为39亿。其实对比一下就很简单了。当年的 Cisco 就是被真实业务以及极端估值抬起来的受害者，而如今的七姐妹是真实的现金、真实的盈利能力以及真实的业务所撑住的市值。朋友们，到目前为止强度如何？不急，马上第5刀就来了。第5刀，参与者在变。据统计调查，现在62%的美国人在直接或者间接炒股。在2025年 ，Z 世代就是我这一代，以及 Y 世代就是千禧年出生的人，他们更爱玩期权，更敢梭哈。据数据显示，目前标普500的期权 OI 就是未平仓的期权持仓量一直在创新高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新增的末日期权的交易量。这个玩意儿老刺激了，不仅散户爱玩，机构也爱用末日期权进行一些对冲。换句话说，这场所谓的泡沫背后是有真实的现金以及真正的参与者。第6刀来了，我其实也想自己接一个飞刀，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其中一种熊市的推演。没错，在当前位置，股价确实很脆弱，你看空也不是全无道理。从2023年，所有的股市都是围绕着 AI 叙事、数据中心、电力、算力，而人工智能的龙头 OpenAI 只贡献了可怜的年收入120亿，而成本就烧到了将近80亿。结合上末日期权占了整个期权持仓量的40%，如果一旦黑天鹅，比如说 OpenAI 对于他们盈利的预期下调，从而取消一些往后的订单，那么市场将会是一场闪崩。好的，6刀讲完了，最后金沙也说一些真正掏心窝子的话吧。其实股市里大部分人的财富都是在泡沫中产生的，如果你在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就提早跑掉了，不说吃肉了，连热乎的屎也吃不到一口。你们觉得美股高估或者低估的话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发出你们的观点，用数据以及实际证据，请你们来打我的脸。欢迎各位积极交流，金沙也会踊跃参与哦。我们不攻击，友好交流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辩论。我认为真正的真理是靠变出来的。最后，金沙也会持续输出优质的财经内容以及财富密码，你们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以及点赞评论哦。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记得点